一个人最大的内耗就是不放过自己。在做一件事之前，心里始终就像住着两个小人，不断打架。焦虑、犹豫、纠结、自责，这些看不见的精神内耗都在大大影响一个人的精力。俗语说，将军赶路，不追小兔。聪明的人懂得把时间专注在重要的事上，内耗严重的人才会把时间用在纠结、焦虑上。高效能人士都是反内耗体质，思考后立马行动，因为行动力是解决自我内耗的关键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考试还没开始，就总担心自己考不过；工作稍有失误，就彻夜辗转难眠，担心领导不认可自己；遇到事情需要选择，就左右为难，纠结很长时间。当你陷入了这样的情绪之中，说明你正在经历精神内耗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你只有100%的能量，80%都在自我内耗，行动力自然减弱。心理学上对内耗的解释是，人在管理自我的时候需要消耗心理资源，当资源不足时，人就会处于一个内耗的状态，长期如此会让人觉得疲惫不堪。焦虑、犹豫、纠结、自责，这些看不见的内耗正在拖垮你的人生。让你累的不是生活和工作，而是内耗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，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。人是有智慧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思考能力文明不断发展。可是当我们的思考能力变成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只会精神内耗。最近我看了一部参与国际短片大赛竞选的影片，名为《星期六》。这部意大利小短片只有3分钟，剧情却很写实。周六的早晨，独居男子一边啃着香蕉，一边思考着今日打卡清单。他盘算着等会要洗碗、洗衣服、支付账单、清洁浴室、丢垃圾、打电话给老妈，然后晚上再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做。在真正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前，他把整个事情预想了一遍，所有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和不好的结果。他在脑海中反复盘算，试图找出最佳方式，大量情绪被消耗，琐事却越积越多。就这样，日暮黄昏，月落树梢，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片中的男主就是典型的内耗型人格，被内心的纠结活生生困在方寸之地。明明做事情只需要2小时，提前消化掉自己要去做这件事，以及提前预知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，再到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开始去做，花了8小时，还是带着排斥和负面的心态，最终导致一整天没干什么事情，却感觉身心俱疲。真正让你觉得累的是这些未知的情绪内耗，而真正能帮助你进步的是你的行动力。内卷无处不在，有太多东西在消耗我们的精力。生活的琐碎，工作的压力，人际关系的烦恼，家人的期望，消费主义的控制。而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反内耗体质。90岁仍未退休的心理医生中村恒子奶奶，用一辈子写就一本哲理小书《人间值得》，给这个人人都有内耗病的时代开出了一剂真诚的良药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感到焦虑与疲惫？大多数情况下，是因为对未来考虑太多，导致精神内耗严重。长此以往，身上背负的行囊就会越来越沉，未来也不会如愿所致。恒子奶奶认为，忧虑未来于事无补，谁也无法预料未来。她年轻的时候憧憬着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，结果嫁给了一个不顾家的酒鬼，只好一边做着繁重的工作，一边抚养着嗷嗷待哺的小孩，一边还有做不完的家务。但恒子还是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，好好对待生活。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任何执念，一旦执念太深，就会有怨念。当我们停止内耗，把目标放在重要的事情上，然后一步步积极行动，就会惊喜地发现忧虑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。一个人最大的内耗是不放过自己。英国国民级心理咨询书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里说，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，也没有一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。一个人最大的内耗就是不放过自己，心里始终就像住着2个小人，不断打架。
其实一直和自己斗争的不是外界或他人，而是那个高敏感、低自尊、完美主义倾向的自己。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，为什么说内向的人精神内耗很严重呢？网友的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。想穿好看的衣服出门要挣扎许久，想在课堂上发言要在心里挣扎无数回，聚会时企图加入群聊却一句话也插不上，发个朋友圈公众号要思考一晚上。内向性格的人一般高度敏感，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，在际交往过程中总是反思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，有哪句话说得有问题，别人会如何评价自己，甚至会因为这些想法感到焦虑。别人随口一句话都能暗自揣测很久，越想越多，整个人陷入毫无意义的思考之中，拼命跟自己过不去。同时，高敏感型人格会给自己制定很高的标准，以至于对待自己太过苛刻。而高标准往往跟低自尊紧密相连，一旦发现自己的缺点，就很容易产生自责或自卑的情绪。萨特的小说《墙》里有一句话，人时时刻刻保持自我克制是一件很愚蠢、很内耗的事情。我们很多的不快乐，就是因为被头脑中的各种念头缠绕。精神损耗严重，会影响我们做出有效的判断，无论是学习、工作还是人际交往，都会更加吃力。学会接纳自己，扔掉完美人设的标签，是减少内耗的开始。日剧《我们无法成为野兽》讲述了内耗型人格的真实故事。在人们眼中，女主深海晶每天笑容灿烂，是一个工作和恋爱都做到完美的全能30岁女性。事实上的她，只是为了周围人的眼光而不断忍耐，内心对工作和恋爱都很疲惫。每一个人都想成为野兽，却因为内心的考量，活得束缚又艰难。当我们不再去讨好所有人，不再鞭策自己做到完美的时候，才会活得更自由。我们是生活的创造者，而不是被动适应者。停止内耗，把精力用在对的地方。史蒂芬·科维在《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》中提到2个概念：影响圈和关注圈。关注圈是指我们日常所关注的事情，比如家庭、天气、健康、事业、时事等。影响圈则是指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影响或改变的事情，比如学习成绩、工作表现等。这个概念核心是提醒我们关注自身能控制的方面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控的方面。一个人的关注圈会大于影响圈。就像如果你想升职加薪，就去努力做业绩，影响老板的决定。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关注圈，抱怨老板不赏识自己，只会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上，就容易陷入深深的无力感。要想减少内耗，成为高效能人士，我们就要学会缩小关注圈，扩大影响圈。积极主动的人会更专注于影响圈，不会在不可控的事情上紧盯不放。爱好是消解情绪内耗的一大良药。人生难免有苦闷时，爱好能提供一个无人打扰的小世界，暂离生活的烦恼，给你力量重整旗鼓。而行动力是解决自我内耗的关键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·霍妮在《我们内心的冲突》一书中提到，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，并寻求解决的方法，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内心的自由。内耗的漩涡是翻来覆去思考和反复纠结造成的。我们总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花心思，该尽力的地方却总是敷衍。自我内耗只能让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却会极大地消耗我们宝贵的时间资源和注意力资源。思考后立马行动，行动是减少损耗最有效的方法。你在自我内耗上多花1份时间，就等于少了1份时间去解决问题。在面对一个高难度的任务时，我们往往因为应对方式的复杂冗长而初始行动力很弱。需要学会把目标拆分为阶段性的小任务，提高行动的初始力。从每一个能够完成的小目标开始，而每一次小目标达成，又给我们创造了更大的动力和热情，从而形成积极循环。俗语说，将军赶路不追小兔。聪明的人
懂得把时间专注在重要的事上，内耗严重的人才会把时间用在纠结、焦虑上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是自己心理苦痛的制造者，也是唯一的终结者。愿我们都能减少内耗，内心山河壮阔，始终相信人间值得。把内耗的时间用在心里修篱种菊。内耗是现代人的精神苦役，有人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反复思量很久，有人不经意间听到一句话就在心里各种琢磨，有人放不下过去的事情，时时咀嚼折磨自己。久而久之，再强大的人也会被这些看不见的思虑拖垮。就像《反内耗》一书中所说的，自我战斗引发的内耗才是痛苦的根源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拒绝胡思乱想，停止内耗。今天给大家总结了100种反内耗的方法，当你开始行动后，相信一切的焦虑和不安都能得到治愈和平息。学会断舍离。很多人一生都活得像柳宗元笔下的副板，无论遇到什么东西都会把它抓起来背在身上，即使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，也不肯停下，最终只能被身上的重担给活活压死。我们的生活也一样，身边堆积的物品越来越多，心里的负担也会随着越来越重。过多的物质反而成了我们人生路上难以舍弃的累赘。学会克制物欲，开始断舍离，清空无用的东西，才能为幸福腾出空间。山下英子在《断舍离》中写道，断舍离从深层来看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学会简化自己的生活，清空内心的负累，扔掉这10样看得见的东西，去改变看不见的世界。一破洞只剩一只，没有松紧的袜子通通扔掉。2. 1年以上没穿的鞋子，相信以后你也不会穿，不如丢掉。3. 褪色变形，颜色过于艳丽的衣服，考虑淘汰一批吧。4. 度数低了的眼镜，就不要留着占地方了。5. 浴室里开封1年都没用完的洗浴用品，该丢丢，该扔扔。6. 坏了的雨伞、雨衣，扔掉。7. 随手收到的传单、小卡片，再随手放进垃圾桶。8. 冰箱冷冻室里忘记了储藏时间的冷冻食物，别吃，赶紧丢。9. 不用的生锈的锅碗瓢盆，淘汰换新。10. 阳台上已经枯萎了的盆栽，及时丢掉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逆时多读书。余华曾在节目中说道，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，每天都要遵守规则，有时候就会感到很压抑。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都表达出来，有时候你想发脾气又不敢发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就去读书，读书能减少抑郁症，让内心变得更健康。对于任何人来说，读书都是一味反内耗的良药。书读多了，你的眼界自然开阔，精神自然充盈。那些看不懂的事、参不透的道理、走不出的困局，以及其他解不开的难题，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。1. 随身带一本书，等车或坐车的时候翻看几页。2. 摘抄下书中让你觉得备受鼓舞的句子，难过时看一看。3. 订阅几份时政、新闻类的报刊，了解时事，寻找机遇。4. 心不静的时候去逛一逛书店。5. 给自己制定读书计划，每月认真读完一本书。6. 睡前听半个小时的书。7. 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，给自己的情绪做专业疏导。8. 每读一本书，记录下自己的读书心得。9. 了解一些高效读书的方法，比如看一本书要粗读、精读、长读。10. 与他人交流读书心得，分享读书感受，不插手闲事。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抱怨？为什么我都说了这么多，他还是听不进去？明明是为他好，他怎么老是不改？早就跟他说不要这么做，他偏要做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在这些抱怨声中，我们会发现，越想改变别人，自己越会内耗。正如作家贝克特尔所说，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，或者要求别人怎样做的时候，我们80%是在自讨苦吃。尽量做到少管，不管别人，
我们才能避免人生绝大多数的烦恼。一、不要轻易指点别人。二、别人的私事不要去插手。三、别人已经养成的生活习惯，就算你看不过眼，也不要去试图改变。四、除了损害自身利益的事以外，不要去反驳任何人。五、当别人对你做出承诺时，不要期待他一定会遵守。六、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七、别人不需要你帮助时，别去当烂好人。八、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。九、人各有路，不要操心别人的未来。十、听到他人吐槽公司老板或同事时，不要去给别人说大道理。焦虑多运动。世界日报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，经常运动者会比四体不勤者快乐感多出 52%， 足够运动者的快乐感比不运动者多了 29%。 也就是说，运动是治愈情绪焦虑的有效方式。所以当你感到疲惫压抑的时，就马上开始运动吧，绕着公园跑上1-2圈，或者在健身房里酣畅淋漓地运动一次，结束后洗个舒服的热水澡，美美地睡一觉，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一、每天慢跑半个小时。二、压力太大时，可以做瑜伽放松身心。三、下班早时步行回家，去欣赏路上的风景。四、每周游泳1到2次。五、焦虑时，可以随着音乐起舞。六、工作之余，约朋友一起打羽毛球。七、去痛快地打一场篮球。八、养成微习惯，可以试着每天跳绳50下。九、走进健身房，挥洒汗水。10、睡前做几组伸展运动，放松肌肉，帮助入睡。痛苦时利他。作家岑曦曾说，当你情绪内耗痛苦的时候，就去利他，去行善。也许你会觉得，在自己难受的时候还去帮助别人，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。其实不然，在你心心念念利他的时候，你才能忘掉自己所有的不快。就像那句老话所说的，人行善，福虽未至，但祸已远行。当你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，就能驱散身边的阴霾，痛苦和内耗自然也就没有了。一、夸赞你遇到的陌生人。二、参加一次志愿者活动。三、跟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零食。四、随手帮别人倒下垃圾。五、进出大门时，为身后的人扶一下门。六、坐公交时，给有需要的人让个座位。七、多去倾听和鼓励别人。八、和别人交流，尽量保持微笑。九、雨天多带把伞，借给没带伞的人。十、进入电梯时，留意一下还有没有人要上来，再按关门键。烦躁时独处。有人曾把人生比作一杯浑浊的水，处在人群中时，我们只会把这杯水越搅越浑，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。但独处时，水里的杂质就会慢慢沉淀，直至整杯水都变得澄澈透明。就像作家马德所说的，一个人的灵魂只有在独处中才能洞见自身的澄澈与明亮，才能盛享到生命的葳蕤和蓬勃。在内心煎熬的时候，给自己一方独处的空间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你的生活也会因此更加从容。一、看 TED 演讲。二、泡个热水澡，洗去一天的烦恼。三、做一顿自己喜欢吃的饭菜。四、静下心来画画，也是一种不错的解压方式。五、写日记记录心情。六、看几部纪录片，拓宽眼界。七、用心种一盆花。八、坐在窗边看天空，感受时间的流逝。九、听喜欢的音乐，让烦躁的思绪随音符飘散。十、翻翻以前的相册，看看曾经的自己。换一个圈子。常言道，立身成败在于所染。你身边的圈子往往就决定了你会成为怎样的人，拥有怎样的人生。和满身负能量的人相处，你便会一直在悲观抱怨中沉沦。若主动迈向正能量的圈子，你便能与优秀的人同行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一、停止无效社交，远离酒肉圈子。
2结交跟自己三观一致的人。3多跟行业内高段位的人接触。4多学习一点与人沟通的技巧。5少巴结，多互助。6不要因为难熬就去靠近堕落的圈子。7换一个居住的小区，或者换一份工作，去认识新的人，开始新的生活。8利用自己现有的平台，比如媒体记者、作者、咨询师，去认识更厉害的人。9参加各类企业人才培训班，认识志同道合的人，建立新的圈层人脉。10最重要的一点，先提升自己，优秀的圈子才会找到你。来一场旅行。网上有个问答，人为什么要去旅行？有网友回答，见过了高耸入云的山峰，体会过大海的包容壮阔之后，就不会执拗于生活的艰难困苦。即便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失败，你也能更快地满血复活。对于被困在生活琐碎里的人来说，旅行就是一味良药，可以治愈内心的万千疾苦。当你行走在路上，看不同的风景，遇见不同的人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1去山顶看一次日出，能治愈你的很多烦恼。2到海边去感受海风的吹拂，也是一种享受。3观察田间小路的一株小草，它能让你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。4感受过古城楼的厚重历史，你就不会为琐事沉沦。5看过了大漠孤烟、长河落日，你就能体会到王维诗里的境界。6一定要去一次雪域高原，它能帮你洗涤心灵。7去看石桥细雨、古道长亭，感受江南水乡的温婉。8在辽阔的草原上骑马放牧，好好放松自己。9去老街走走，感受人间烟火气。10近处旅游，可以选择去郊外露营，欣赏夜空。修炼好心态。积极情绪的力量里有这样一句话，凡事都有两面，只要不往坏处想，人多半就能往好处走。很多时候，你遇事的心态决定你会过上怎样的人生。你若哀戚抱怨，生活自然愁云密布。你若用积极的态度，即使跌落人生低谷，你也能一直往上走。遇到再糟糕的事情，也要先想它好的一面。2不胡思乱想，预知未来的烦恼。3每天多次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。4心情低落时，引导自己去想一些开心的事情。5尝试正念冥想，将烦躁的思绪引入一个宁静的空间。6少看负面的短视频、新闻。7遇事不纠缠，事过就翻篇。8不升格业气。9凡事尽力而为，结果顺其自然。10睡前原谅一切，醒来便是新生。好好爱自己。有人说，人身上的焦虑和戾气都是被亏待出来的。如果你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，回想一下，你有多长时间没好好爱过自己了？一年到头了，你会为自己准备了几次惊喜？与人相处时，你更在乎的是自己还是他人的感受？王尔德曾说，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在往后的每一天，多倾听自己的想法，多在乎自己的感受。当你开始真正爱自己，你就会发现生活不再处处是烦恼，而是日子滚烫，人间可爱。1培养一个兴趣爱好，充实自己的生活。2取得一些小成就时，及时给自己奖励。3每天出门前，在镜子前鼓励自己。4停止自责。5生日时，给自己准备一束鲜花或者一份礼物。6允许自己闲下来，主动放空自己。7给自己列一份心愿清单，并努力去实现它。8给自己拍一组写真作为留念。9给自己买一套好的护肤品，不要对自己吝啬。10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悦纳自己的缺点。有句话说得很对，让你内耗的人或事都不是好人好事。别理，别问，别起波澜。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过去，没有发生的更不必忧愁。正所谓将军赶路，不追小兔。把内耗的时间用在心里修篱种菊，
我们便能摒弃外界的纷扰，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力量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